美国要秘密集结无人机群对付解放军，而在这方面，中国军工领先了一步，谁更有可能成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中国航天科工3院展示了空中智能无人机群作战系统。该系统可以发射无人机蜂群，对敌方水面舰队发起饱和攻击。这个概念的亮相，意味着中国蜂群无人机的使用范围已经从陆地扩大到了海上，成为反舰作战的重要选择，甚至能用于打击敌方航母战斗群。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没闲着。据《亚洲时报》报道，美国正在加速开发自主无人机群技术。这些技术在模拟演习中显示了在台海冲突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国防部低调启动了自主多域自适应蜂群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要开发一种能够从海上、空中发射的自主无人机群，用于压制对手的防空系统。美国计划研制了自适应无人机蜂群，其目的是要能同时发射和指挥数千架自主无人机，以摧毁对手的防御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地空导弹系统、火炮、导弹发射器和情报监视侦察平台。美国国防部招标前公开的文件显示，这种自主式无人机群会专注于威慑或击败中国大陆对台湾岛的两栖攻击。美国的这项计划最重要的特点有这么几个：一是低成本，远比美军发射导弹要来得便宜；二是发现即摧毁，也就是应对突发事态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三是对高风险环境的适应性，也就是由于成本低，他们不怕损失。早在202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兵棋推演中就表明，无人机群对于确保美军干涉台海、取得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称，这些无人机群能够为 F-22和 F-35战斗机提供一个诱饵屏障，通过数据共享拓展战斗机传感器的探测范围，并使战斗机在接近目标时能够保持电子静默。也就是说，无人机群大大提高了载人平台的态势感知和目标捕获能力，能够干扰对手的雷达，消耗其有限的导弹和弹药，并暴露其位置，以便载人平台和巡飞弹能够跟进和攻击。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确保无人机群从多个角度观察目标，交叉侦察各种目标数据，并提出最佳的攻击方式。自主控制的无人机蜂群还可以直接破解由于带宽不足难以同时控制多架无人机的限制。既然中美都要大力发展无人机蜂群，而且都可能会针对对方，那么谁更有可能成功呢？首先，这取决于各自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总体上是有优势的，但是中国在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研发方面已经领先于美国。中国一所大学已经完成了几十架自主控制了无人机的穿越树林的实验。不过，如果美国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蜂群无人机，其聪明程度可能与中国的水平不相上下。第二，还取决于小型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能力。中国在这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如果美国人有技术，但是玩不起，那么就只能看着中国人玩。蜂群无人机的成本必须很低，才能够扩大装备数量，而在这方面，只有中国的无人机产业链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第三，蜂群无人机可能并不需要太高端的人工智能模式，因此中国有条件先于美国将蜂群无人机投入战场。自主作战的无人机蜂群可能不需要强人工智能，所以美国的技术优势不一定就有必要。在蜂群无人机领域，中国与美国可能是未来唯二的玩家，但是谁在该领域更胜一筹呢？恐怕还是中国。毕竟美国人现在才刚刚立项，而中国的军工企业这边已经开始投入试验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